2022年的上半年，对于购房群体来讲呢，是非常友好的啊，之前的所有的购房限制都没有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一点啊？到现在为止呢，已经激不起人们买房的欲望了。那这里面的原因有很多，有人呢是已经买够了啊，还有呢房住不炒的影响，还有的人呢是现在不想在城市里面发展了，想回家，还有的人呢是在观望啊，因为觉得呢现在的调控没有到头。总之吧，各种原因，人们对于这个楼市呢现在感觉兴趣不大。那么昨天呢就有人跟我讲说这个2022年买房是房产改革以来第6次的买房机会，如果你错过了，可能未来呢这个机会就没有了。这个话从何而谈呢？于是呢我连夜做了功课，看了一看，大概呢确实从1998年房改开始到现在为止呢有5次买房机会。那么说2022年是第6次，是真的吗？今天就这个话题呢我们来分析一下，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呢，都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首先呢我们来说第一次买房机会。第一次的买房机会呢是在2004年这个时间节点呢可能很多人不清楚。1998年房改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多人对房子是没有概念的甚至呢当时这个我们的住房贷款也刚刚成型我的朋友呢是在1999年买了一套商品房，当时呢贷款了8万块钱，每个月呢还款是220块钱左右。当然你现在看呢220块钱就是一顿饭钱，但在当时呢是一笔巨款很多人当时的这个工资收入呢也才200-300块钱，人口呢在当时也是刚刚向城市转移，很多人呢还在这个农村的周边去工作。到了2003年呢有一个疫情就是非典结束以后呢，为了刺激这个楼市出了一个什么呢？出了一个国8条。在2004年这个整个楼市呢，包括这个信贷都是呢相对比较宽松的，这是呢第一次的买房机会。因为当时人们根本都没有意识到未来这个房价会变成这样，而且呢当时人们买房子就是为了居住，没有考虑它的金融属性，而且当时炒房客也才刚刚形成意识形态还没有具体化，所以呢当时很多人是懵懵懂懂的买了房子。那第二次的买房机会呢，就是08年金融危机以后。08年金融危机以后呢，包括对于老百姓的收入还有这个实体呢是有所影响的，结果呢当时就来了一个4万亿刺激楼市这么的一个计划就是放宽了这个货币的一些政策等等但是当时呢这里有一个时间节点当时呢在08年的时候已经有人意识到买房的重要性了，而且呢在08年的时候呢有很多人说深圳的房价不能再涨了，因为呢当时我们的收入是赶不上这个房价上涨的速度的，如果呢再这样涨上去，这个房地产是要崩盘的。但是当时为什么是一个买房的好机会呢？是因为呢我们当时的城市化率正在大力发展，大量的农民工进城需要就业，而且当时呢人们对于这个炒房子这个说法呢还是不认可的，因为当时市场上出现的炒房客很少，不是没有，但是呢没有全国范围内的去炒，但当时的炒房呢只存在这一个群体包括我们老百姓自身是没有意识到去多囤2套房子的，所以呢当时整体来讲房价这个价格是比较稳定的上涨的，也就是说呢每一年的上涨都是在老百姓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甚至呢很多人在03年听到房价，然后呢再到08年听到房价涨了，但是涨得不多，好像还挺合理，大概呢就是这么一个心理，不会说呢你听到现在的房价会大吃一惊。那么第3次买房机会呢，就是在2011年的时候。2011年的时候呢又出了一个什么？出了一个新国8条，当时呢就是降低了利率降低了首付等等。第4个买房机会呢就出现在2014年。其实呢从2011年到2014年
这3-4年的时间当中呢，只有2011年到2012年房价稍微涨了一点点，2013年到2014年这2年房价都非常的平稳。但是这个时候出现了个什么事呢？就是城市的房价两极分化已经开始出现，很多3、4线城市的人口呢，大量的向1、2线城市流动啊。3、4线城市当时的房价呢，可能会达到个3000到4000左右啊。这个时候呢，很多1线城市呢就已经到了7、8千，甚至呢有的好地段的都已经上万了。但是当时呢，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那么我从2012年开始接触房产啊，在2013年的时候呢，我碰到很多业主啊，跟我讲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呢，赶紧把我手中的房子给卖掉吧，因为现在这个房子不温不火啊，可能未来呢也没有什么希望。那么现在卖掉呢，我最起码不用还贷款了啊，减轻了我一个负担。大概呢在那2年都是这么一个情况。而在2014年的时候呢，也是降低了首付，降低了利率，你去银行贷款呢，基本上都会打折的。那么第5次买房的机会呢，就在2016年。2016年呢，其实房价和坐过山车差不多，一些大城市呢是从2016年的1月份到3月份房价涨得很厉害，但是3月份以后呢，这个房价又一直在走下坡路，直到2017年的1月份，全国性的房价开始往上涨。那么这里面呢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其实当时呢1线和2线的城市和一些比较发展有潜力的这样的城市呢，房价已经在高位了啊。当时呢就出台了这个1、2线城市限购限售啊，不让呢大家疯狂的买房子。而且我们当时所说的一些燕郊啊，已经开始有一些限制了，必须缴纳呢一定时长的这个社保，或者说呢个人所得税，才具有呢购房资格。那几年呢，这个京郊的房产是炒得非常火热的，最高的时候呢都炒到了3万。那么到了2017年一转头，其实呢在整个2016年房价还是比较平稳的。到了2017年，房价一下子就成了全国的普涨。那为什么呢？有限购限售，还有呢受到去库存的影响啊，再加上呢当时的这个货币化安置啊，拆迁了就赔钱，钱是直接就流到了这个房地产当中，所以呢导致到房价进一步的上涨。那么从2016年年底呢，也出台了这个房住不炒啊，到现在5、6年的时间过去了，很多人说呢，现在又是买房机会。为什么？整个2021年呢，已经调控了啊，房价稳住了，炒房客没有了。2022年呢，又有这个12万亿的刺激计划，还有呢，这个楼市的救市行为啊，这个放开了限售限贷啊，降低了这个首付，降低了利率等等，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买房者。那么现在买房子，我们相当于占了便宜。现在说是这么说，但是很多人不出手。那么为什么不出手？2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扛不住。在过去20年当中，很多家庭都在还房贷啊。你想想，如果你还贷款，20年前，也就是2000年左右买了一个房子，一直还贷款，到现在贷款差不多才刚还完。但是这个时候房价却发生了变化，很多人呢在这个20年当中啊，由于这个生活的变动啊，或者工作的变动，有可能去买第2套或者第3套房子，甚至呢有很多人在2017年到2018年价格高位的时候买的房子。说白了，这些购房者已经被套牢了，没有多余的钱再去买了，无法承受。你可以呢在网上查一下数据啊，就是居民现在的杠杆率和10年前居民的杠杆率，现在呢是只高不下。那么所以很多人呢是真的买不起了，或者说现在正在还房贷，没有钱去买了。那么第2点呢，就是等什么呢？等调控。房住不炒呢还没有放终极大招。为什么很多人现在不愿意买房子？是因为呢房住不炒还在调控。那么2022年的1季度啊，这个平均房价回到了2019年，也就是呢3年前的水平，很多人认为还不够。那么我们在等什么呢？在等房地产税，这个在未来可能真的会全面铺开。那么从整体的这个救市也好，还有释放资金也好，那么如果再像以前啊，把这个钱再直接流向房地产，那实际上房地产的泡沫只会越来越大，金融风险只会越来越大。唯一的办法呢，只是怎么样想办法降老百姓的负债，
怎么样增加老百姓的收入。如果你一个月收入3万，你会觉得1万1平的房价很贵吗？如果你没有负债，你是不是敢买房子？你是不是敢生孩子？这才是问题的核心。好了，今天的视频就讲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